公司在定点饭店办年会花了30万，刚结完账，老板娘就拿着计算器追了过来。周总，您刚才用了盒牙签，还差10块钱。我扫了一眼手上的账单，自嘲一笑，掏出100拍在桌上。不用找了。他眼睛一亮，立马换上了谄媚的笑脸。哎呦，周总您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下次来我一定给您留最好的包厢。回到车上，我把这家饭店从公司定点接待名单里划掉。每年100万的生意，换不来一盒牙签的体面。他以为赚了90块，其实丢了一个养了他18年的金主。这账他会算，我也会。张总，今晚招待不周，改天单独请您。哈哈，周总太客气了，年会办得这么好，我们跟着沾光，明年还来，一定一定。慢走，司机在门口等着。这牛肉塞牙缝了，麻烦给我拿盒牙签，塞牙了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先生，给您。谢谢。哎呦，周总，这就走啦？是啊，今年又麻烦你们了，年会办得不错，辛苦了。周总太客气了，是我们该感谢您年年照顾生意才对。13、14年了吧？差不多18年了。还真是，一晃都这么多年了。现在的买卖是越来越难做了。周总，这盒牙签您看是现金还是扫码？合作18年的福满楼，我刚给他结清30万的年会账单，他竟然跟我要一盒牙签的钱。周总，我这可是小本经营，样样都有成本的。您看啊，牙签、纸巾、人工，要不要钱？10块钱已经是成本价了。一盒牙签还要钱？哎呦，周总，您这话说的，现在大环境多差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猪肉涨，蔬菜涨，海鲜一天一个价，水电、房租、人工，那一样不是白花花的银子。我这店看着大，那都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香，每天睁眼就是几万的开销。周总，您堂堂一个大老板，事业做得这么大，不会连这点小钱都跟我计较吧？10块钱对您来说不就是一顿早餐钱吗？老板娘，一盒牙签而已，就算了吧。这位先生是我们老顾客了。你说什么？一盒牙签怎么了啊？10块钱不是钱啊？你才上几天班，胳膊肘就敢往外拐？现在生意多难做，你懂吗？水电、房租、人工，哪一样不要钱？觉得一盒牙签不值钱，觉得我斤斤计较。行啊，这10块从你工资里扣，让你也长长记性，知道什么叫成本，什么叫赚钱不易。拿去，不用找了。哎呦，周总，您看您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谢谢周总，周总大气，下次来我一定让后厨给您留最新鲜的菜，最好的包厢。老板娘，生意之道在于长远，眼光还是放远些好。是，周总说的对，长远。您慢走啊，周总。18年了。周总，菜齐了。今天这条鱼特别新鲜，早上刚从市场拿的。老板娘，你这店虽小，味道是真不错。以后我招待客户就定点你这儿了。那可太好了，周总，你们常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18年前，他还是个实在人，一碗热汤，一句真心话，就足以安慰人心。周总，这杯酒我敬您。没有您和各位老顾客的支持，就没有我福洛楼的今天。真的，我嘴笨，不会说漂亮话，反正就是谢谢。8年前，他说这话时，眼眶是红的。周总，谢谢您这么多年一直照顾，福马楼能有今天，您是大功臣。这杯我敬您。5年前，他的笑已经练到位了，眼睛里没了温度。觉得我斤斤计较？行啊，这10块从……哎呦，周总，您看您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今晚，他为了一包成本不到2毛钱的牙签，跟我要10块。这些年我在他家花了上千万，最后还不如一盒牙签值钱。人心变了，店也就变了。
周总，早上好。今天上午10点有个供应商会议，下午3点您约了银行的理。那些先放一放，我有一件事要你马上去办。您说。发一条内部通告，即日起，公司所有招待、聚餐、报销，凡是福马楼的单子，一律不予批准。周总，您是说福马楼所有报销都不批了？可是咱们在那儿办了10几年年会，还有平时的招待。你听清楚了，照发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对了，跟财务老吴也说一声，之前福满楼没结的账，该结的结清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一笔都不许走。明白。路是自己选的。哎，你们看到内部通告了吗？什么通告？福满楼的单子一律不批了，从今天开始。真的假的？以后不用去那家受气了？真的，我刚才还特意去问了，说是周总亲口交代的。早该换了。你们不知道，上次部门聚餐，我们点了条鱼，端上来一看，眼睛都是灰的，明显不新鲜。我跟服务员说换一条，服务员支支吾吾不敢做主。后来老板娘亲自过来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扯了半天，说什么这鱼是今早刚到的，只是杀得早了点儿，又说现在海鲜行情不好，进货难，最后说给我们打个98折。98折，好像施了多大恩惠似的。那条鱼我们基本没动，他也不肯退。你这算好的了。上次我们招待客户，一个很重要的合作方，客户随口夸了句这花生米不错，想再要一碟，服务员端上来，我们也没在意。结果结账的时候，你们猜怎么着？58，一碟花生米58块钱。疯了吧？那花生米是金子做的。我当时就问服务员，服务员支支吾吾说不上来。后来老板娘来了，说那是精选琥珀花生，成本高，什么进口的，我也不记得了。关键是客户当时就坐在旁边，脸色那叫一个难看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何止菜价坑人，开发票也磨叽得要命。我们每次在福满楼招待完客户，发票至少拖1周，要不就开错头流，报销流程卡在那里，财务催我，我催他们，他们老板娘还嫌我烦。听说他们对自家员工也抠得要命。怎么说？我有个老乡以前在那儿干过传菜，他说老板娘盯成本盯得眼发绿，员工餐清汤寡水，连个荤腥都没有。有时候晚上剩的菜，服务员想打包带走，老板娘都要盯着，好像占了饭店多大便宜似的。年终奖更是能拖就拖，能少给就少给。生意做大了，人心却窄了。以前还觉得是家靠谱的老店，这些年越来越算计。关键是味道也没见长啊！我去过那么多饭店，人家越做越精，他们家是越来越糊弄。上次我家里人过生日，提前订了包间，结果到了以后，服务员全程摆着臭脸，上菜慢得要命，中间加个水叫3次都没人来。我妈还说这家店是不是不欢迎散客啊？周总这次真是干得漂亮，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，但一直没好意思说，毕竟周总在那儿办了那么多年年会，还以为他特别喜欢那家店。估计是有什么事儿触到底线了。周总那个人你们也知道，一般的小事他不会计较。干杯！敬周总，慧眼识坑，及时跳出。看来大家都忍了很久了。周总，您找我。通告发出去了，已经通过内部邮件和公告梁同步发布了，各部门应该都收到了。员工什么反应？反响挺好的。我路过茶水间的时候，听到不少人在说早该换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让财务老吴下午来一趟，我跟他确认一下后续的报销流程。好的。通告一发，整个公司都炸了，但炸开的不是抱怨，而是积压已久的怨气。吴总，这几张福王楼的报销单怎么处理？通告已经发了，但这些都是上个月的招待费，时间在通告之前。通告之前发生的按正常流程走，通告之后的一律退回。你等下把通告日期之后的福墨楼单卷单独整理出来，我统一发邮件通知各部门。明白。不过吴总，说实话，这几年福墨楼的报销单子每次到我这儿我都头疼，发票不是开错就是开迟，有时候还要我催好几遍。我知道，以前是周总指定，没办法，现在换了好，省心。一碟花生米58块，这种东西放在报销单上，审计那边看到都得问。吴总，您说周总这次为什么突然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
周总有周总的道理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。周总慢走。辛苦了。有些照片只适合挂在墙上，有些人只适合留在过去。周总，新年好呀！给您拜个晚年，祝您公司新年新气象，财源滚滚来。明天初10开业大吉，咱们的老规矩开业宴，给您安排上吧。知道您忙，菜品我都替您精心挑选好了，都是您往年最爱最吉利的菜式。又涨了，价格有点高了，能不能打个9折？喂，老板娘。哎呦，我的周总，您这条消息可把我急坏了。什么价格高了呀？我这是拿着计算器摁了又摁，给您的都是实打实的成本价，1分钱没敢多赚。是吗？您是不知道呀，今年这年景简直没法活了。猪肉涨了30%，蔬菜涨了20%，海鲜一天一个价，供应商个个喊着亏本，货款压1天都不行，还有人工。现在服务员多难招，您知道吗？稍有点经验的，开口就是5、6千包吃货，法定节假日3薪一个不能少，这哪是请员工，这是请祖宗。周总，我这店看着大，那都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鲜，每个月的房租水计压得我都喘不过来气儿，给您报这个价我真是掏心窝子了。打9折那不仅是白忙活，我还得倒贴钱进去给您办席呀。周总，您体谅体谅我吧，咱们这么多年交情，您忍心看我做亏本买卖吗？10几年了，我什么时候跟您多要过1分钱？老板娘，你的难处我知道了，不过巧了，我昨刚让下面的人咨询了凯宾酒店，同样的规格，差不多的菜品，甚至环境和服务更好，他们的报价要比你便宜1半。5星级酒店，周总您不能光看价格呀，他们那是什么材料，能跟我比吗？我用的猪肉是本地土猪当天现杀，我的鱼是凌晨码头第一网活蹦乱跳送到后厨，我的蔬菜是郊区农场直供有机的，他们酒店用的都是冷冻货，批量进货的便宜货，味道新鲜度根本没法比，我这是实打实的好东西，根本不赚您钱。再说了，周总，咱们合作多少年了？13、14年了吧？我这店能有今天，离不开您一直的照顾，这份交情是那些冷冰冰的酒店能比的吗？他们今天给你低价，明天就能涨上去，我这可是10几年如一日，童叟无欺。老板娘，既然你的材料都是最好的，又不赚钱，那我觉得更不能让你吃亏了。周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最近食材成本确实涨得厉害，我那个价格已经是最低了，要不您看。今年的开业宴我另找地方，就这样吧。周总，您这样可不地道啊，我菜都开始备了，看在咱们18年交情的份上，我给您打个95折，这真是破例了。周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。周总，您这样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不合适吧？咱们这么多年老交情，您说换就换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95折不行，9折行吗？您给个准话。清静了。也好，省心了。李总，新年好，感谢您亲自过来，今年咱们合作的几个项目还得请您多关照。周总太客气了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你做事我放心，今年有什么好项目优先考虑我啊，一定一定。周总，福马楼的老板娘来了，还带了礼物。让她进来吧。好。失陪一下。哎呀，今天你们公司真热闹。周总呢？我来给他拜个年。老板娘，周总请您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周总，开业大吉，开业大吉啊！一点小心意，自家饭店做的年糕和腊味，讨个好彩头。祝周总公司新年步步高升，财源广进。谢谢老板娘，有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周总，您今天这排场可真大，来了这么多贵客。这位是王总吧？哎呀，王总您好，我是福满楼的老板，周总的老朋友了。您下次来我们店吃饭，报周总的名字，我给您安排最好的包厢。老板娘，今天主要是公司内部开业典礼，客户们都是来捧场的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回头再说。周总，那个开业宴的事，我想清楚了，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。最后还是觉得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不能因为一点误会就断了。菜我全都按老规矩备好了，最新鲜的食材，今天一早送到的，包厢也给您留着，视野最好的那间。价格我咬牙给您打9折，
真的不能再低了，我这已经是亏本在做了，就当给您赔个不是。老板娘，我说过了，今年的开业宴我已经在凯宾酒店订好了。周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凯宾那地方华而不实，哪有咱们自家店贴心？他们那儿的菜都是流水线出来的，哪有我这儿有烟火气儿？定金我已经付了，凯宾的服务和菜品值这个价。周总，您这样不合适吧？咱们合作10几年，您说换就换，连个缓冲都没有。我的菜都备好了，那些鲜鱼活虾离了水活不过半天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那是你的问题，我从头到尾没有确认过订单，是你一厢情愿提前备菜，做生意连这点都不懂吗？姓周的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老板娘，请你注意言辞，这里是公司的开业典礼。滚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当祖宗一样供了你10几年，最好的包厢永远给你留着，最新的菜先让你尝。没有我福墨楼，你那些客户能招待的那么体面？现在公司做大了，你转头就去捧5星级酒店的臭脚，白眼狼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有点臭钱了不起呀！老板娘，你骂完了。既然你骂完了，那我也说几句。第一，我选择福马楼是因为离公司近，方便，不是因为你对我有恩。这18年来，我在你店里消费超过1000万，每一笔都是当场结清，现金支付。我们之间是纯粹的商业往来，银货两讫，谁也不欠谁。第二，你说最好的包厢永远给我留着。去年中秋，我临时要招待上京来的重要客户，打电话订包厢，你说最好的早就被王总订走了，只给了我一间靠厕所的小房间。最后是我让秘书加了3倍价钱，你才想办法腾出一间，这也叫永远给我留着？那是特殊情况，王总提前1个月就定了，我总不能。第三，你说最新的菜先让我尝。3年前你们推出至尊海鲜塔，一份标价3800，我的客户吃了拉肚子，第2天住院挂水。后来有员工告诉我，那天送到的龙虾本来就不新鲜，是你们把快死的龙虾急冻了，专门用来做这道高价新菜。老板娘，需要我把这些事一件件当众说下去吗？58块一碟的花生米，不新鲜却不让退换的鱼，开发票百般刁难，对散客爱搭不理，克扣员工餐食和年终奖，还有年会那天晚上，为了一盒牙签，你当众羞辱自己的前台小姑娘，从她工资里扣10块钱。你的店从上到下都透着算计，客人来吃饭不是来受气的，员工在你那儿干活不是来当奴才的，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了你的工具，客人是提款机，员工是耗材。你胡说，那牙签是高档货，成本就8、9块，我没有。高档不高档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从你为了一盒牙签向我伸手要10块钱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决定从此不再去福满楼消费。女士，请您离开。好，姓周的，你有种，我们走着瞧，看你这公司能神气到几时？没有我的饭店，我看你以后去哪里招待客户？呸！一个小插曲让大家见笑了，感谢各位今天莅临。新的一年，愿我们抛开所有不愉快，携手并进，共创辉煌。周总，刚才那位就是福满楼的老板娘？是。让李总见笑了。见什么笑？我倒是佩服你，那种人换了是我，可能早就忍不住了。你还能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，不急不躁，有格局。李总过奖了，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，但和气不是忍气吞声，该画的线还是要画清楚。说得好，来，敬你。周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早就料到他会来。刚才他在门口闹的时候，有好几位客户私下问我，说以后也不去福满楼了。还有2个供应商说，他们以前也在那儿招待过客户，体验一直不好，只是没好意思说。意料之中，
一家店如果从上到下都透着算计，客人不可能舒服。只是很多人碍于情面，不愿意当面说罢了。那以后公司的定点招待，您有考虑换到哪家吗？不急，让各部门自己去选，只要性价比合理，服务过关，都可以。财务那边把标准定好就行。明白。我跟了周总12年，头一回见他这么不给一个人面子。那老板娘也是自己作死。你们记得吗？早些年福满楼还在街边小店的时候，老板娘多客气啊，每次我们去，她都亲自端菜还送汤。现在我来的晚，没见过那会儿，但就我这5年体验，那家店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菜越来越贵，量越来越少，服务越来越差。所以说啊，人心会变的。老板娘忘了本，觉得客人都是该着她的。周总这次是给她上了一课。你们说，福满楼会不会因此倒闭？迟早的事，没有周总这个大客户，他还能撑多久？再说了，就他那个经营方式，就算没有周总这一出，早晚也得黄。周总，刚才那出戏我看了，干得漂亮。王总也认识他？何止认识，上个月我带家人去福某楼吃饭，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，你猜怎么着？老板娘硬是收了我80块成本费，说是水晶杯，谁家水晶杯一碰就碎。我当时就想发火，但孩子在场，忍了，早不想去了。可惜就是拉不下脸。有你这一带头，我看好多老客都得重新考虑。生意场上大家互相照应，他如果不改变，谁也救不了他。说得好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我知道一家不错的私房菜，保证不比福楼差。好，一定。周总，今天的签到名单一共来了123家企业代表，比去年多了15家。不错。对了，凯宾酒店那边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晚上7点，包厢已经订好，菜单按您的要求调整过。好。周总，听说你今年把开业宴从福满楼换到凯宾了，怎么样？体验如何？很不错，环境、服务、菜品都对得起那个价格，关键是省心。说实话，福满楼我早就想换了，那家店前几年还行，这几年是越来越不像话。可不是嘛，我去年在福满楼请一个很重要的客户，提前1周订了包间，结果到了以后发现我们被换到了大厅。我问怎么回事，服务员说老板娘的亲戚临时来了。我客户当时脸色就不好看，所以我说有些店不是不能换，是不值得再去了。说得好，来，敬周总带头跳出火坑。周总，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跟您汇报一下。说，这个月好几个部门自发组织了聚餐，您猜他们都去了哪儿？猜不到，有川菜馆，有私房菜，还有一家新开的江南菜。报上来的地点五花八门，但反馈出奇的一致，都说不错，性价比高，服务好，尤其是那家川菜馆叫巴蜀风味，好几个部门连续去了2次，看来大家早就想换口味了。是啊，以前碍于您一直指定福门粥，大家不好意思说，现在通告一发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那就让他们换，公司报销标准不变，选哪儿都行，只要不是福满罗。明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口碑这东西建起来需要10年，毁掉只需要一盒牙签。周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等您1个多小时了，保安不让上楼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找我什么事？周总，我来跟您道个歉，以前是我不对，牙签、花生米、发票，还有那天在您开业典礼上闹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知道您现在不肯信我了，可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阵子生意一落千丈，老客都不来了，新客也留不住，我整宿睡不着，把以前的事儿翻来覆去想，越想越觉得自己不是东西。
我不该算计您，不该算计任何客人，更不该为了一包牙签把18年的情分都扔了。我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周总，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合作行不行？价格您定，我保证是最优惠的，菜也一定用最好的。我给您签长期协议，1年、3年都行。我只求您再带人来吃顿饭，让别的客人看看您还肯来，我求您了。老板娘，你知道你那家店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吗？不是价格，不是菜的味道，甚至不是那盒牙签，是你心里早就没把客人当客人，也没把员工当人。你算计纸巾的钱，算计花生米的钱，算计包厢的差价。你觉得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是老客人该给你的情分。可情分不是这么用的。情分是客人愿意多走几步路还来你家吃饭，是你生意难的时候愿意拉你一把，不是让你把这些好当成道德绑架的理由，更不是让你理直气壮的占便宜。你对员工也一样，你克扣他们的伙食，拖延他们的奖金，为一点小事当众羞辱他们。你觉得他们靠你吃饭就该逆来顺受，可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们在你这儿受了气，怎么可能对客人有好脸色？一家店如果从上到下都透着算计和怨气，客人怎么可能舒服？我可以改。你不会的。你现在来求我，是因为生意做不下去了，你害怕了。可如果生意还能勉强维持，你会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觉得是自己时运不济，是老客人白眼狼，是员工不懂感恩。你不会改的，至少不是真心的改。我真的可以改。那就改吧。但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挽回我这单生意，是为你自己，为那些还愿意留在你店里的员工，也为以后可能还会走进你店门的顾客。有些路只能自己走，有些跟头只能自己摔，摔疼了才知道疼。老板，吃饭吗？今天试营业，菜品8折，米饭不限量，随便吃。这儿原来是福满楼。对头，盘下来了。原来的老板娘不干了，回老家去了。回老家了？是啊，他也是不容易。听说这店开了10几年，前几年生意好得很，后来慢慢就不行了，老客都跑光了，员工也留不住，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我听老乡说，他最后悔的就是为一盒牙签得罪了个老主顾，10块钱的牙签把10几年的大客户给弄丢了。你说这算啥子事嘛？真是划不来。装修都换了，全换了。您进来看看，我这个人做餐饮就一个原则，实在。菜要大份，价格要公道，牙签随便用，米饭自己盛，客人吃得开心，我才能做得长久。好，那就尝尝。您看看想吃啥？我们家的招牌是辣子鸡丁、毛血旺水煮鱼，都是重庆老家的做法，保证正宗。那就来一份辣子鸡丁，1份麻婆豆腐，1碗米饭。好嘞，辣子鸡丁48，麻婆豆腐18，米饭2块管饱。牙签在桌上，您随便用。花生米送的吗？送的下酒菜，不收钱。客人来了就是缘分，几颗花生米还要啥钱嘛？好。老板，看您面生，是住附近还是路过？公司在附近，路过看到换了招牌，进来尝尝。那您以后常来啊，我们这儿做的是回头客生意，保证不让您失望。原来的老板娘你认识？认识，老乡，他姓刘，比我大几岁。早年在老家就听说他在城里开了家大饭店，风风光光的。后来，说实话，他人不坏，早年也挺能吃苦，就是后来生意做大了，心飘了，算盘打得太精，对客人斤斤计较，对员工抠得要命，把客人都算跑了，把伙计也算寒了心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回老家了，在镇上开了个小吃铺，卖早点、包子、稀饭、面条什么的。听说生意还行，至少饿不死。就是人老了很多，头发白了一半，也不怎么跟人来往了。前几天他还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店开得怎么样，我说还行。他说那就好，让我好好干，
别走他的老路。他能说这话，也算没白摔跟头。是啊，人嘛，总得摔过才知道疼。不过有些人摔了就爬不起来了，他好歹还能爬起来。你慢慢吃，我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。好。老板，吃的还满意吧？满意，下次带同事来。那感情好，您来之前打个电话，我给您留个好位置。好。路都是自己选的，福满楼的老板娘选了算计，最后把18年的基业算没了。新老板选了实在，刚开张就有人排队，而信任这东西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再也收不回来了。这大概就是最公平的代价。